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奇妙的现象，同一只猫咪，有的人一靠近它就像看到鬼一样，咻的一声躲得远远的，但是换一个人走过去呢，它不但不跑，还会主动凑上前在你脚边撒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来跟大家说，猫这种动物啊，在传统风水上是属阴的，它的感知能力对天地间磁场跟气场的敏感度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五官迟钝的凡夫俗子。我们人啊，太习惯用这双肉眼去看世界，看人穿什么名牌，开什么名车，社会头衔有多高。可是当一只猫在看你的时候，它根本不在乎你这副皮囊，它是在直接读取你灵魂深处的能量频率。只要一靠近，它就能瞬间感知到你每一刻的起心动念，在虚空中留下的痕迹。它看见的是你卸下所有社会伪装之后，灵魂最真实毫无保留的样子。说白了，猫对一个人的态度，不管是亲近还是闪避，绝对不是偶然，那完全是它对你过去的业力、当下的心念以及你未来福报厚薄的一种本能反应。它就像是一面纯净无瑕的照妖镜，毫不留情地映照出连你自己都看不见或者说不敢面对的那个自己。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地感受到这种气场跟因果磁场的真实存在，今天我要来讲几个真人真事，大家仔细听，只要听懂了，你的人生境界绝对会往上跳好几个层次。在某座深山里，有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寺院，这寺院里啊，养了一只全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的猫。寺里的老方丈特地给这只猫取了个法号，叫做明镜。为什么要叫明镜？因为这只猫神了。多年下来，寺里的大小僧人都发现，这只白猫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特异功能，它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每天来庙里熙熙攘攘拜佛的人里面，到底谁是真修行，谁是假慈悲，谁是来洗涤心灵的，谁是来跟菩萨做肮脏交易的。事情就发生在一个初秋的清晨。那天早上，寺院里的晨钟刚刚敲响，古寺的山门外进来了3位访客。第一位进来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居士，我们叫他张先生。这位张居士可不得了，在地方上那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可是这间寺院的大金主，每个月都会来寺院捐香油钱，而且出手极其阔绰。他每次来，那派头可是做足了的，总是穿着一套价格不菲的定制唐装，手里盘着一串油光水滑的极品黄花梨佛珠。他一进门，见到寺里的知客僧，马上满脸堆笑，极其标准的双手合十，嘴里讲出来的全是高深的佛学名词，那谈吐优雅的，听起来简直比出家人还要像出家人。第二位进来的是从外地坐着高级黑头车来的商人李老板。这位李老板一看就是那种在商场上杀伐决断的狠角色，满面红光，脖子上挂着一根粗得像小手指一样的大金项链。他带来的贡品那都是普通人看都看不到的极品，什么顶级的燕窝，长白山的百年野山参，用精致的盒子装着，由司机提着跟在后面。据他自己得意洋洋地说是这1年多来生意越做越大，赚得荷包满满，今天特地来庙里还愿，感谢佛祖保佑他发大财的。第3位进来的就完全不起眼了，是一位佝偻着背满头白发的乡下老乌莫。这阿莫衣着非常朴素，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鞋底都快磨平了，衣服上甚至还有仔细缝补过的补丁痕迹。他是自己拄着个拐杖，天还没亮就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一大段陡峭的山路爬上来的。他手里也没有名贵的野山参，他只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他清晨3点钟爬起来自己亲手揉面蒸出来的老面馒头。他喘着气，笑眯眯地说，这是要带来供养寺里念经的师父们的。这3个人进庙的时候，那只名叫明镜的白猫正懒洋洋地趴在大雄宝殿台阶的一个蒲团垫子上，闭着眼睛晒早晨的太阳，喉咙里还打着轻微的呼噜。当那位满口佛理一身名贵唐装的张居士春风满面地走进大殿台阶时，突然白猫明镜的耳朵动了一下，半睁开了眼皮，冷冷地扫了张居士一眼。就这一眼，明镜立刻从垫子上站了起来，原本柔软垂着的尾巴瞬间僵硬，竖得笔直。他没有叫出声，但是他慢慢的极其警惕地往后退了10几步，
最后竟然直接躲到了大殿角落的那尊巨大石狮子后面，把整个身体缩在阴影里，只露出一只金黄色的眼睛，死死盯着张居士，眼神里全是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和恐惧。张居士平时被人捧惯了，一看这猫这副德行，觉得在师父面前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他强装笑脸，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高级猫零食，蹲下来发出啧啧啧的声音，轻声呼唤。可任凭他怎么斗，怎么拿零食诱惑，明镜就是不肯出来，反而把身体往石狮子后面的阴影里缩得更深了。张居士尴尬地干笑了2声，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对旁边的知客生说：哎呀，师父，你们这猫今天怎么这么怕生啊？知客生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双手合十低了一头，没有作答。为什么不答？因为知客生心里太清楚了。明镜这只猫平时遇到普通的香客，都是大摇大摆的在人家腿边穿梭，随便让人摸，它从来就不怕生。它现在这个反应完全是因为它在回避某种它觉得极度肮脏、极度恶臭的东西。紧接着，那位提着贵重贡品不可一世的李老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他走路带风，连脚步声都透着一股嚣张。这一次明镜的反应更加激烈了，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当李老板的脚刚踏上第一级台阶，明镜不但没有靠近，反而整个身体压了几低，紧紧贴着地面，喉咙里直接发出了那种极其低沉、极其凶狠的警告声。只见他整个背部瞬间弓了起来，像一张拉满的弓，全身雪白的毛发唰的一下根根竖立，整只猫就像一个炸开的巨大白色刺猬，它的瞳孔瞬间缩成了一条细线，死死地瞪着李老板。在猫的眼里，它仿佛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有钱的老板，而是一个刚刚从无间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它甚至是在对着李老板背后那看不见的虚空在疯狂哈气。李老板被这只发了疯一样的猫吓了一大跳，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他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觉得今天来还愿碰上这种事太晦气了，十分不高兴地大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烂猫，真是不通人性，庙里养这种凶巴巴的畜生干嘛？他强撑着大老板的面子，让司机把那些名贵的贡品往桌上一放，然后草草地对着菩萨敷衍地拜了3拜，转身就气呼呼地走了。然而最神奇的画面在第3位访客，也就是那位颤颤巍巍拎着破布袋满头白发的老阿莫走进大院子时发生了。当阿莫拄着拐杖吃力的刚踏上第1级台阶时，原本躲在石狮子后面满身戒备刚刚还凶神恶煞的明镜，突然之间就像被施了魔法，变成另一只猫一样，他身上的毛瞬间平顺了下来，弓起的背也放下了，他竟然轻快地从阴影里一路小跑了出来，直接跳下高高的台阶，径直走向老阿莫。他毫不嫌弃老阿莫那双沾满泥土的旧布鞋，直接就在阿莫的脚踝边来回的亲昵地蹭着自己的身体。他那条雪白的尾巴高高的竖起，像一根小天线一样，末端还轻轻地弯曲着。他的喉咙里发出了那种极其安心、极度满足的呼噜呼噜声。老阿妈看着这只漂亮的小白猫，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慢慢放下手里的旧布袋，吃力地蹲下身子。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因为常年干农活而骨节粗大，甚至还有裂口的老手，轻轻抚摸着明镜的脑袋，眼里满是像看着自己孙子一样的慈爱。他用浓重的乡下口音，像哄小孩一样小声地说着：哎呦，你这小可怜哦，长得真俊啊，可是阿莫今天只带了老面馒头，没有好料给你吃哦。但明镜完全不在意，他顺势吧嗒一下就这样四脚朝天的躺在了老阿妈满是泥土的脚边，把猫类最脆弱的肚皮毫无保留的完全暴露出来，任由老阿妈粗糙的手抚摸。甚至当老阿莫颤颤巍巍起身要提着布袋去后院找师父的时候，这只平时高傲的白猫竟然像个尽职的小内门护卫一样，寸步不离的紧紧跟在阿莫的脚后跟，陪着他慢慢往里走。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被当时站在大殿后方禅房窗户边上的老方丈看得一清二楚。这位80多岁的老方丈修了一辈子的禅定，对人性的洞察，对因果的参透，早已经超越了常人。他轻轻拨动着手里的念珠，转头对着身边的年轻侍者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看到了吗？为什么老衲要叫他明镜？明镜非台啊，
人也能被虚华蒙蔽，但这只猫造出来的全是人心底最真实、藏得最深的鬼。各位，你们以为这只是猫的脾气古怪吗？几个月之后，现实中发生的因果报应，精准无比地印证了老方丈的话，也印证了猫的直觉。先说那位看似虔诚、满口经文的张居士，几个月后，他突然被检举调查，直接被抓去关了。为什么？原来他在地方上是个管工程的贪官，他每次来庙里捐的那些巨额香油钱，根本来路不正，那全是他利用职务之便收拿回扣、贪污舞弊来的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拿这些不干净的赃款来捐献拜佛，就可以贿赂菩萨，就可以消他的业障，买他的平安。但中医讲什么？肝胆相照，人心中一旦有大贪，总是做亏心事，他的肝胆之气必然虚弱到了极点。胆虚则生怯，他表面上穿着昂贵的唐装，但内心那种极度贪婪与心虚的恐惧，早就化作了一团漆黑恶臭的浊气。这种浊气，凡人的鼻子闻不到，而那只白猫的离火之眼看得清清楚楚。白猫本能地觉得这个人气味极其恶臭，只想逃离。猫躲的根本不是他这个人，是躲他那一身贪腐伪善的黑气。猫怕被这股晦气给沾上啊。那位财大气粗不可一世的李老板呢，后来更是惨绝人寰。不到半年，他的公司资金链全面断裂。原来他表面上做大生意，背地里在外面搞的是非法的资金，盘老鼠会、地下钱庄吸金，合伙人直接卷款潜逃到国外去了。他自己也因为逃漏税和严重的商业诈骗，直接锒铛入狱，家产全被查封，老婆也带着孩子跑了。各位，他所谓的巨大财富是怎么来的？全是建立在欺诈、剥削，甚至逼着别人家破人亡之上的。他来庙里还愿，根本不是什么懂得感恩，而是充满了一种暴发户的傲慢与沾沾自喜，是来菩萨面前显摆的。他身上的磁场是什么？是极其强烈的血煞之气和怨气。那些被他骗光钱财的老百姓的咒骂和眼泪，早就在无形中化作了怨毒的能量，死死地缠在他的背后。明镜这只猫从他靠近的第一秒就感应到了那股极其凶险、带有强烈攻击性的煞气，甚至看到了他身后跟着的冤亲债主。猫为了保护自己，当然要立刻炸毛警告，进入战斗状态。至于那位连大悲咒都不会念的老阿妈呢，她每天早上醒来，不管身体多酸痛，第一件事就是在床头对着外面的虚空念一遍最简单的心经，回向给这世间所有受苦受难的众生。她穷得叮当响，但是每次蒸馒头，她宁可自己少吃2口，肚子饿着，也总会多蒸几个，热腾腾的拿到村子口，送给那些路过的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流浪汉。各位，这叫什么？在佛教里这叫真布施，在中医和风水里这叫纯阳之气。他的善良不是演给寺庙里的师父看的，更不是为了求菩萨保佑他发财，而是发自内心最底层、最柔软、最纯粹的慈悲。这种不带一丝杂质的能量，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散发着无比温暖祥和的金色光芒。这股纯净的金黄色气场让白猫感受到了绝对的安全感和亲切感。对于猫来说，待在老阿嬷的身边，就像在吸取天地间最纯正的氧气、最滋养的灵气一样舒服。它怎么可能不翻肚皮？它恨不得天天黏在阿嬷身边。所以你看，你骗得了满室的香客，你骗得了你的竞争对手，你骗得了一只猫吗？根本骗不了。你的磁场早就把你的底细都看光了。听到刚才股市白猫的故事，你们可能会在心里觉得纳闷，哎呀，尼斯啊，你讲的这些，一个是贪污老百姓血汗钱的贪官，一个是搞诈骗逼死人的奸商，他们那是大奸大恶，那是坏到骨子里了。猫当然不喜欢，当然要炸毛。可是我呢，我平时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偷不抢，勤勤恳恳，是个奉公守法的好人啊。为什么有时候走在路上，那些流浪猫、流浪狗还是会躲着我？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人际关系卡卡的，运气就是上不来？各位，我今天必须要给你们当头棒喝。你以为只有杀人放火、坑蒙拐骗才叫恶吗？在整个宇宙的能量场、风水局里面，有的毒药它藏得极深极深，无色无味，连你自己每天照镜子都发觉不了，但它却在无形之中像硫酸一样，天天在腐蚀你的福报，
斩断你的贵人缘。为了把这个极其微妙的道理给你们讲透，今天我要给你们讲讲我们近代禅宗的泰斗，一位真正的大德虚云老和尚的故事。虚云老和尚可是活了120岁的活菩萨，一生的修为历经5帝4朝，那是真正开了大悟的高僧大德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一代宗师，在他年轻的时候竟然曾经被一只猫狠狠地上过一课，可以说那只猫直接打碎了他的凡夫心。那时候的虚云老和尚法名叫做古岩，年轻时的古岩啊，那真的是人中龙凤，他天资极其聪颖，那些艰涩难懂的佛经，别的老和尚可能参悟10几年都一知半解，普通小沙弥背几个月都背不下来，他呢过目不忘，随便翻几遍就能倒背如流。遇到寺院里开法会，师兄弟们坐在一起辩经，那他更是全场的焦点。他辩才无碍，引经据典，常常3言2语就把那些修了半辈子的师兄师伯们说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寺院里的方丈和长辈们看着这个年轻人，眼睛都在放光啊，大家都极其看重他，觉得这年轻人简直是菩萨转世，将来绝对是佛门的擎天一柱，是要做大方丈统领一方的。各位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但也正因为如此，坏事了。人这辈子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太顺。你只要一顺风顺水，只要一被周围的人天天捧着，你心里那个名叫自我的魔鬼就会开始无限膨胀。年轻的古岩也是人啊，他虽然每天嘴巴里敲着木鱼，念着万法皆空，众生平等，但不知不觉中，他的心底深处悄悄地长出了一根刺，一丝极其隐秘，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傲慢。他面上虽然对人客客气气，但每当看到那些背书背得满头大汗的师兄弟，他心里常常会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哎，这些师兄弟资质真是平庸到了极点，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听就懂，他们就是悟不透呢？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比他们强太多了，我才是真正有大慧根的人。各位你们注意听，《黄帝内经》里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你的心是你全身气场的总指挥，当你心里一旦生出这种你们都不如我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时，你的气马上就变了，你的气就变得虚浮焦躁了。我们把这种因为傲慢而产生的气场叫做刺气，或者叫微细的煞气。这股气普通人的肉眼看不见，别人看到古岩只会觉得，哇，这位年轻法师走路带风，气宇轩昂，眼神犀利，真有学问。但在能量场的世界里，他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满倒刺的仙人掌，他散发出来的磁场充满了排他性、压迫感和冷冰冰的分别心。当时在这座寺院的后院里，厨房旁边养了一只灰黑色的老猫，这猫年纪很大了，属于猫里面的老寿星，毛发非常稀疏，身上还有几块血，常年带着病，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但这老猫脾气极好，是个典型的好好先生，谁路过叫他一声咪咪，他都喵一下答应。那些资质平庸笨手笨脚的小沙弥去摸他，甚至调皮的捏捏他的耳朵，拽拽他的尾巴，他也都老神在在的趴在灶台边上，从来不伸爪子挠人。但是奇了怪了，就是这样一只脾气好到没底线的老病猫，唯独对这位天资聪颖、光芒四射、全寺院都捧着的年轻古岩，始终保持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极度冷漠。每次古岩一靠近后院，只要他穿着干净整洁的僧袍，脚步刚一踏进那个院子的门槛，老猫那双浑浊的眼睛就会立刻警惕地盯住他。老猫连看都不想多看他一眼，一反常态的默默站起来，拖着病殃殃的身体，头也不回的直接走到大老远的又黑又脏的柴房角落里去待着。有一次古岩吃完饭，特地从斋堂里留了一条鱼竿，他想着自己好歹是个未来大德，也要对小动物展现一下慈悲心嘛。于是他走到柴房边，蹲下来把鱼竿递过去。结果呢，那只老猫别说吃了，他连闻都懒得闻，直接把头扭到一边，然后站起身，咻的一下顺着墙根溜走了。古岩当时蹲在那里，举着鱼竿的手僵在半空中，心里顿时觉得非常纳闷，甚至有点火大和不痛快了。他心里愤愤不平地想，嘿，满院子的和尚，
连那些成天只知道撒玩的蠢笨沙弥你都亲近，唯独对我爱搭不理的，真是不识抬举。我悟性这么高，我将来可是要接方丈衣钵做大和尚的。你这猫真是有眼无珠，连真菩萨都不认识。各位，你们听听古言当时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平时遇到挫折，遇到别人不喜欢我们时的样子？遇到问题永远先怪别人，甚至连一只猫不理自己都要怪这只猫不识抬举。我们永远拿着放大镜去照别人身上的缺点，却从来不肯拿面镜子好好照照自己那颗心。但是古言毕竟是有大善根大宿世因缘的人，有一天深夜，古言一个人在禅堂里打坐，周围万籁俱寂，只听见山风吹过松树的声音。就在他闭目凝神的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像被雷神爷用闪电狠狠劈了一下，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念头冒了出来。等一下，佛家讲万法皆有因果，我古言既没打过他，也没骂过他，甚至还拿好东西喂他，为什么连一只老弱病残半只脚都踏进棺材的猫都觉得我讨厌，都不愿意亲近我？这难道真的是猫的问题吗？那一刻，古言终于停止了向外抱怨，他收摄心神，调转了目光，开始向内去死死地关照自己的这颗心。这一关照不要紧，直接把这位天之骄子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后背的僧袍都湿透了。他震惊乃至惊恐地发现，原来自己那个一直引以为傲、自认为极其干净充满智慧的内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早已经被傲慢这两个字填得满满当当，连一丝缝隙都没有了。他突然惊醒，是啊，我虽然每天按时诵经、敲木鱼、做早晚课，我虽然能把经文解释得天花乱坠，但是我的磁场里，我的骨髓里全都是那种我高你低，我智你愚，我胜你凡的极其强烈的分别心。这种优越感极其维系，就像一层看不见的厚厚的水泥，把他的真如本性，把他那颗原本应该柔软慈悲的心给死死的封印在里面了。人因为被各种虚伪的社会规则绑架了，感觉不到这层水泥，甚至还会夸他气宇轩昂，有大将之风。但是老猫那通灵的直觉，那敏锐的感官，早就像雷达一样，精准地侦测到了他身上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尖锐气场。对于猫来说，靠近此时的古言，就像是靠近一堆扎人的玻璃渣子。猫觉得跟你待在一起，它的气场被你那种隐形的傲慢扎得极其难受，有一种窒息感，它当然要离你远远的啊。它惹不起，它还躲不起吗？想通了这一层，年轻的古言呆坐在蒲团上，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明白了，阻碍他成佛的不是艰涩的经文，而是他自己这个巨大无比的我执。那么既然找到了病根，这位未来的禅宗泰斗是用什么样不可思议的残酷手段来给自己刮骨疗毒的呢？他又是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最终引发了天地磁场的共振，甚至让深山里的猛兽都心甘情愿来当他护法的呢？从那天晚上开始，古言开始了真正的修心。真正的修心，那是刮骨疗毒啊，那是把你心里最引以为傲、最在乎的那个面子、那个自我，一刀一刀的剜出来切碎，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等于是把自己的皮活生生的剥下来一层。古言是怎么做的？他去找到了老方丈，主动要求辞去所有风光的职务，不带师弟们诵经了，也不去讲法了，他要求去干全寺庙最脏最累的活，他去洗全寺院的茅房。你们要知道，100多年前的深山寺庙，那可没有现在的冲水马桶，那都是传统的茅坑。古言呢，他每天天不亮就挑着大木桶，拿着竹扫把去清理，除了挑水肥，他还去厨房劈柴烧火。那些刚进庙门连经文都背不全的资质最差的小沙弥，有时候不懂事，看他天天干粗活，就对他大呼小叫，喂，古言，那边柴火不够了，赶紧去劈。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以前的古言，凭他那绝顶的聪明和地位，他的肝火早就噌的一下冒上来了，他能在心里用100句经文把那个小沙弥骂得狗血淋头。但这时的古言，每当他脑子里刚刚冒出一丝你算什么东西敢命令我的怒气时，他就在心里立刻忏悔。他开始强迫自己把路边的一根野草、地上一只爬行的蚂蚁、资质最差的师弟，甚至那只躲着他的
又脏又臭的老病猫，全都当成佛陀本尊一样去尊重。他就这样默默的熬，默默的修，1天、2天、1个月、半年。中医讲气由心生，随着他心里那个坚如磐石的自我被一点点敲碎，随着那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被一点点洗刷干净，他的气场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身上的那些无形的、尖锐的、扎人的刺被一根一根的拔掉了。大概过了整整2年的时间，有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古岩刚刚打扫完后院，满身大汗的坐在灶台旁边的一个石凳上休息。他闭着眼睛，呼吸极其平缓，心里没有任何念头，就像一潭清澈见底的湖水。突然他感觉到自己那双穿着破草鞋的脚边有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他微微睁开眼睛，低头一看，竟然是那只病恹恹的老猫。老猫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慢慢走到了他身边。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一见他就跑，也没有躲闪，他走到古岩的脚边，用他那掉毛的脑袋在古岩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甚至还沾着一点干柴灰的救生袍上轻轻地用力地蹭了蹭。然后老猫极其安心地趴在了古岩的脚背上，整个身体软绵绵地放松下来，闭上了浑浊的眼睛，喉咙里打起了极其低沉却又极其平稳的呼噜声。那一刻，年轻的古岩坐在石凳上，一动也不敢动，连大气都不敢喘。他心里太清楚了，他知道不是这只猫变了，也不是这只猫终于识相了或者肚子饿了，而是他自己的心历经了2年的非人煎熬，历经了无数次把自尊心踩在脚底下的磨砺，终于把那层名为傲慢的坚硬水泥给彻底洗干净了。他的磁场终于从尖锐扎人的仙人掌变成了柔软包容的棉花。老猫那通灵的直觉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一丝的压迫和危险，他接纳了他，天地接纳了他干净的灵魂。你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吗？没有。几十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个年轻古岩后来已经成了在深山里苦修的虚云老和尚。那时候的他内心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真正的无我，达到了佛家讲的极致的慈悲与平等。老和尚在荒山野岭里结庐修行，搭了个茅草棚子。大山深处啊，各位，那是真正的穷山恶水。山里的那些野猫、野狗，甚至豺狼野猪，平时看到人早就跑了没影了，或者直接就扑上来了。但奇妙到了极点的事情发生了，只要虚云老和尚背着个破斗笠，拄着拐杖外出化缘，或者去后山砍柴，他的身后总是会跟着10几只凶猛的野猫。这些野猫身上带着野性，绝对不是咱们家里养的那种宠物猫，但他们在老和尚面前不吵不闹，也不撒娇，他们就像传说中佛菩萨身边的护法神将一样，远远的静静的跟在老和尚的身后，亦步亦趋。老和尚停下休息，他们就在周围的草丛里散开警戒。老和尚走路，他们就在后面跟着，他们在守护着他。有一次黄昏，太阳快下山了，山林里光线非常昏暗。虚云老和尚背着一点化缘得来的糙米，走在一条极其狭窄的山路上。突然，旁边的树林里跳出来一伙穷凶极恶的强盗。这几个土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开山大刀，脸上涂着锅底灰，凶神恶煞的把老和尚团团围住，要把老和尚的钵盂和仅有的粮食抢走。看老和尚不作声，甚至举起刀准备谋财害命。就在那土匪头子举起大刀，眼看就要劈向老和尚的那一瞬间，四周半人高的草丛里突然传出刷刷刷的剧烈声响，10几道黑影像闪电一样从草丛里窜了出来。那群一直默默跟着老和尚的野猫，每一只猫都炸开了全身的毛，被攻得像拉满的强弓。它们在昏暗的光线里，眼睛爆发出幽幽的令人胆寒的绿光，冲着那群强盗发出了极其凄厉、极其凶猛，简直像地狱恶犬一样的嘶吼声。那正是那股冲天的煞气，简直就像是一群猛虎下山，空气里的气压瞬间都变了。那几个强盗硬生生被这群野猫展现出来的超自然气势，被那种天地间瞬间聚集的压迫感给吓破了胆。他们哪见过这种阵仗，以为是遇到大山里的山神显灵了，或者是遇上了成了精的老妖，几个人连滚带爬的逃下了山。后来老和尚回到了寺院，
有年轻的弟子听说了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就好奇的去问虚云老和尚：师父啊，您老人家是不是偷偷练了什么茅山道术，或者是懂得什么驯兽的秘诀？那些野兽怎么会拼了命的保护您啊？老和尚听完哈哈大笑，摸了摸胡须说：哪里有什么法术，天地万物皆有灵性，他们会护持我，是因为他们能直接感应到我的心。当你的心里真的做到了没有分别，没有对别人的算计，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慢，甚至连对生死、对被土匪砍死的恐惧都没有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只剩下纯粹的、平等的、大公无私的慈悲。这股慈悲它不是一句口号，它会在天地之间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浩然正气的能量保护场。在这个气场里面，天地万物都会与你同频共振。猛虎走到你身边会变成绵羊，深山里的野兽也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护法金刚。各位，你们仔细去琢磨老和尚这句话，如果你能把心底的傲慢敲碎，心怀柔软纯净，哪怕你穷得叮当响，哪怕你什么风水物品都不摆，天地万物都会被你干净的灵魂吸引，老天爷都会亲自下场来保护你。这才是宇宙间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我知道很多人心里肯定又在嘀咕了，尼斯啊，你讲的这些故事确实精彩，连我后背都听出汗了。可我们现在是什么社会？我们天天为了房贷车贷，为了儿女焦头烂额，我们在这都市丛林里讲这些因果气场的，是不是太遥远了？你错了，你以为你住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天地间的那一套因果法则能量共振就不管用了吗？老天爷算你的功德，从来不是拿计算机按你捐了多少新台币，老天爷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的心量，看的是你有没有那个无相布施的境界。什么叫无相布施？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台北市巷弄里的真实故事。我认识一个女孩，我们就叫她阿慧吧。阿慧是个什么条件呢？她30多岁，是那种丢在人堆里你根本找不出来的普通女孩，每一个月的薪水少了可怜，扣掉房租水电几乎就是个月光族。她住在那种城市边缘连电梯都没有的老旧公寓顶楼加盖里，夏天热得像烤箱，冬天冷得像冰窖，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但是阿慧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下班不管多晚不管多累，在走回家的那段昏暗巷弄里，她都会去喂食那附近的流浪猫。她每个月发了薪水，先抠出一小笔钱去买那种大包装猫饲料，拿回家后她自己一包一包的分装好，晚上下班看到躲在汽车底下的流浪猫，生怕吓到它们，她会把饲料倒在干净的纸盒里，然后用最温柔最没有压迫感的声音轻声呼唤小猫。她做完就走，把纸盒收干净，不留一点垃圾，默默地来默默地走。日子久了，那片区域的流浪猫几乎都认识她的脚步声了。只要她一出现，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些原本警觉性极高，看到人就跑的野猫，甚至连那种在街头打架抢地盘凶得不得了的猫老大，只要闻到阿慧的气味，立刻就放下所有防备。他们会从阴暗的角落探出头来，摇着尾巴围着它转，甚至在地上翻出白白的肚子让它抚摸。为什么？因为猫的眼睛是雪亮的，猫能看到阿慧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那是完全没有任何企图，没有任何所求，最纯净的慈悲之光。猫觉得在这个女孩身边比待在防空洞里还要安全。最神奇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那一年台北的冬天。那个冬天特别冷，连续下了1个多礼拜的阴冷冬雨。阿慧不幸中了流感，发高烧，烧到了39度多，整个人虚脱倒在顶楼加盖的租屋处，根本下不了床，连喝口水都困难。这一病他就整整3天没办法出门喂猫。到了第4天，烧终于退了，阿慧连自己都没吃上一顿热饭，披上最厚的外套，戴着口罩，拖着虚弱的身体，拿着饲料袋，一摇一晃的走到了那条熟悉的巷子里。当他走到那盏经常喂猫的昏黄路灯下时，他看到了让他眼泪瞬间崩堤的一幕。那天晚上，在那盏微弱的路灯下，在刺骨的寒风中，竟然有7、8只流浪猫，一只挨着一只，缩在一起取暖。当其中一只猫听到阿慧那虚弱的脚步声时，它立刻竖起了耳朵，紧接着所有的猫都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冲向阿慧，围着她的脚踝疯狂地蹭，大声地喵喵叫个不停。那叫声根本不是在讨吃的，那是一种
充满了焦急、充满了担忧的叫唤，仿佛是在问他：你这几天到底去哪里了？你是不是出事了？我们好担心你啊！阿慧蹲在寒风中，抱着那些脏兮兮的流浪猫，感动不已。就是这份最朴素、最不求任何回报的善良，就是这种不为人知的无相布施。各位，你们知道这在因果律里面代表什么吗？这叫做积阴德。阴德就是你默默做善事，连鬼神都不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这种阴德的能量，就像你在宇宙银行里存了一笔利息极高的定存，你没有把它提前提领出来换取虚荣，它就在那里不断的滚雪球，越滚越大。几年之后，阿慧的阴德定存到期了，她的人生迎来了不可思议的大翻转，因为她工作中常年踏实、诚恳、不争不抢的态度，被老板用高薪聘请阿慧去担任他名下大型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更让人羡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真正懂他、疼他入骨的另一半。那个男生是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家境好，人品更好。各位，古人讲，人有善愿，天必佑之。你在这个世界上释放出什么样的频率，你最终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事物回到你身边。猫造出了阿慧的纯洁，所以说到底，这些猫咪根本就是老天爷派下来检验我们的考官啊。各位听完了前面的故事，我相信你们心里现在一定有一种受到震撼的感觉。你现在一定很想问，尼斯啊，我也想拥有干净的灵魂，我也想改善自己的磁场，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猫咪甚至让周遭所有的好运气贵人都愿意主动来靠近我呢？最根本的方法绝对不是去学怎么讨好它，你要从根本上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接下来我为你整理的3个日常微修行，这不是什么高深莫测需要去深山里闭关的法门，你只要照着做，不用花1分钱，我保证你的气场会越来越干净。第一个修行，睡前3分钟的情绪断舍离。你想想看嘛，我们人的内心就像是一间屋子，如果你天天往里面丢垃圾，长期不打扫，这屋子是不是会发臭？你白天受了气，你放不下怨恨，你昨天做错了一件事，你今天还在懊恼后悔。各位，这些怨恨、嫉妒、后悔和恐惧全部都是你灵魂里的垃圾啊。在中医讲，这叫做肝气郁结。这些负面情绪把你内心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的，让你的能量场变得无比沉重压抑。猫最怕的就是这种死气沉沉的磁场。所以断舍离不只是叫你把家里不要的旧衣服扔掉，更重要的是你要把心里的垃圾给扔掉。晚上睡觉前，你躺在床上，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像看电视一样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如果今天有遇到哪个机车的人惹火你了，或者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好烦躁，你不要去压抑它，你就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老实讲，这件事情5年之后，甚至我死的那一天，我还会不会在意？你仔细去想，很多事情5年后你根本连记都记不起来。既然5年后你根本不在乎，那你今天晚上气个半死干什么？这不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身体吗？想通了这一点，你就深呼吸，把那些黑漆漆的负面情绪像一阵黑烟一样随着你的呼吸全部吐出去，消散在空气中。每天清理心里的垃圾，你的气血就会顺畅，你的能量场就会越来越轻盈。猫咪是最敏锐的，它第一时间就会发现，这个人今天气场好干净啊，自然就愿意靠近你了。第二个修行，每天5分钟的无相布施。真正的慈悲绝对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很多有钱人去捐钱，那个下巴是抬得高高的，觉得我在做善事，你们要感恩我，这不是慈悲，这叫做交易，是在拿钱买名声。我前面讲过阿慧的故事，佛教里最高级的布施叫做无相布施，就是你付出的当下，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在帮你的傲慢，也没有你应该要回报我感谢我的期待。大家从最简单的小事开始做起。你走在路上，低头看到地上有一对蚂蚁在搬家，你脚下留情，轻轻地绕过去，不要一脚踩死它们，这就是布施。你看到社区的清洁阿姨，你真诚地对他们笑一笑，这也是布施。看到路边的流浪狗、流浪猫，如果情况允许，给他们一点干净的水或食物。如果你连出个门都懒，那我教你一个更简单的，每天早上起来，你坐在床沿，花5分钟做一个简单的慈悲观想。你闭上眼睛，
想象你的心口有一盏温暖的金色的灯，你让这盏灯的光芒慢慢放大，先照亮你自己，让你自己觉得很温暖，接着让光芒照亮你的家人，然后再慢慢扩大，去照亮那些曾经骂过你、伤害过你的人，最后让这光芒照亮整个宇宙所有的生命。不要小看这5分钟，当你每一天都能让这种不求回报的慈悲心从你身上自然满溢出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是一尊发光的菩萨。猫咪怎么可能不被这股温暖的磁场深深吸引？第3个，修行放下控制欲的柔软心。中医有一句话叫筋骨柔软，气血流通，人的心也是一样。所谓的柔软心，就是一颗不坚硬、不对抗、不偏执的心。很多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们的心太硬了，控制欲太强了。他们总是习惯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命令方式，觉得我是主人，我叫你过来撒娇，你就要马上过来。但是你别忘了，猫是有极其独立灵性的生命，你越是带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性和控制欲去抓它，它感应到那股极具压迫感的磁场，它逃得比飞还快。培养柔软心的关键就是学会4个字：顺其自然，去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独立性。当猫躲在角落不想理你的时候，你给它空间，不要硬去把它拽出来。当猫主动靠近你的时候，你温柔地回应它，不要勉强，不要强求。更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份柔软心从猫身上扩展到你日常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对你的老公、老婆、孩子少一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理解。不要老是逼着孩子去考第1名来满足你的虚荣心。对你的同事少一点明争暗斗的竞争，多一点包容。当你的心彻底变得柔软了，你不再像一只刺猬一样处处与这个世界对抗，你会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对你柔软了起来。你的人际关系突然变好了，工作上的小人不见了，连好运气、连贵人都排着队来找你。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巧合，这是因为你的频率提高了，你把身上的刺拔光了，你与这个宇宙的共振变得无比和谐了。你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一定会收获什么样的果。你散发出什么样的气场，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命运。猫只不过是老天爷派到你生命里第一个向你揭示这个残酷真相的使者罢了。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我向各位发出一个强力的邀请，我邀请你们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你可以简简单单的在留言区打上一句：愿我成为一个灵魂干净的人。你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善念，都是一颗充满强大能量的种子。当大家都凝聚在这个留言区里，汇聚起这样的善念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清净、无比强大的正向风水磁场。而你亲手种下的这颗善良的种子，终有一天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开出最美丽的福报之花，结出最不可思议的好运之果。祝大家身体健康，灵魂清澈，我们下次再聊。